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一直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婆婆更是从外面找到偏方，黑狗血、童子尿应有尽有。我看着他们笑嘻嘻说道：要生你生。我把黑狗血、童子尿硬生生灌到两人的嘴中。第二天，他们两个都怀了我的孩子。浓郁的一碗黑狗血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，端在了我的面前。端着它的人是我的好婆婆。婆婆眉眼弯弯，脸上尽是慈祥和蔼的笑意。只不过格外与之不相符的是，她手上端着的那一碗黑狗血，已经2年没有半点动静。小小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但是我家可不能绝后呀。这碗黑狗血是我专门从外面买回来，花了不少的价钱。只要你天天喝，以后肯定能怀上孩子。婆婆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碗推到我的面前，那一双眼中更是带着些许期盼。我看着面前那一碗浓郁的黑狗血，浓重的腥臭之味从鼻尖缓慢传来。我皱着眉头，将眼前的碗推到一旁。当初可是蒋家乔说要丁克，说得好好的，怎么现如今竟然让我吃这东西？难不成当初说的话可不算数了？婆婆原本慈眉善意的一张脸迅速变黑，恶狠狠地瞪着我说道：当时年少不懂事，你现在多少岁了，还和当时一样吗？你们这些长大的哪个不需要一个孩子生出来我带，不需要你带？现在快点把这东西给喝，给我蒋家生下个大胖小子。婆婆一边说着，一边想将黑狗血强硬地倒进我的口中。浓浓的腥臭味，我闻着面前这一碗黑狗血，看着婆婆那一张狰狞的面容，整个暴脾气马上起来，将这一碗黑狗血直接拿在手中。婆婆瞧着我接住黑狗血的样子，脸上带着笑意：这就好，这就好，乖乖喝下。这2年的时间也没做什么避孕措施，你们既然没怀孕，肯定是有哪里不对，这碗黑狗血就可以中和，快快喝下。我瞧着婆婆那相对而言诡异的笑容，整个人起了鸡皮疙瘩，接着眉头紧皱，看着眼前这碗黑狗血，脸上也带着些许缓和的笑意。妈，不是我不想生，只不过这药真的有用吗？婆婆见我不抗拒的样子，自然而然又把我当作闺女宠溺。她柔和地说道：妈，这可是把你当作是闺女，怎么可能去害你呢？蒋家就想要个儿子，传宗接代之后，无论你想不想生，妈都不为难你，快点喝下去吧。婆婆在一边劝着我，那双眼睛紧紧盯着我面前的黑狗血。我看着婆婆这副样子，乐呵呵的点头，紧接着手上的那一碗黑狗血就被我硬生生地灌在了婆婆的嘴巴里。妈，反正你还年轻，不如给我们俩生个弟弟呗。浓浓的一碗黑狗血灌了下去，我看着婆婆脸色一瞬之间扭曲，紧接着跪在地上不断地咳嗽了起来。我假装担心，走到婆婆的面前，接着半蹲了下来。这可怎么了？听说这可是神婆赐的黑狗血，妈你可不能吐出来，要把它喝进去啊。当初蒋家乔说好了要丁克这件事情，可不能怪我。虽然我们不能生，但你完全可以生一个给我们带啊。我一边说道，一边端着那碗没喝完的黑狗血，接着捏住婆婆的下巴，硬生生又灌了下去。这上好的补品，妈，你可不能浪费啊！我看着婆婆一手把碗甩开，接着猛地冲到了厕所。厕所里边洗漱之声不断传来，我站在外边假装不解地摇头说道：谁生不是生了呢？妈也太客气了吧。我微微地叹了口气，接着拎着包换着鞋出去和闺蜜喝了个下午茶。
回来之后，只见到客厅里的灯是亮的，蒋家乔坐在一旁，另一边的婆婆眉头紧紧皱起，瞧着我回来之后，那恶狠狠的目光瞪了过来。蒋家乔眉头紧皱看着我，今天回来我都听说了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做媳妇的怎么能那么对妈呢？婆婆在一旁委屈地说道，辛辛苦苦养大个儿子，我就想要我的儿子传宗接代，这有那么难的吗？我随手将包放在了椅子上，接着踢开的高跟鞋，脸上带着担忧地坐到蒋家乔的旁边。我瞧着妈实在是想要孩子，我仔细算了算，妈现如今年龄也不算大，50多岁还能生。蒋家乔当初结婚的时候可是说好要丁克的，既然想要孩子，不妨让妈生一个吧。我坐在旁边，没有在乎旁边两个人扭曲的面貌，一个劲地说着，现如今50多岁妈还有20多年完全可以长大，到时候那就直接当我们的孩子，咱也不用生了，又能满足妈的想法，这多好呀。婆婆被我这话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忙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我，你瞧瞧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但凡传出去，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？儿啊，看看你娶回来的好媳妇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站起来摁住了伸出来的那只手指，脸上带着委屈巴巴看向蒋家乔。蒋家乔，你说句话呀。妈说喝了那碗黑狗血就能怀上的，这该不会已经怀上了吧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狐疑地打量着婆婆的肚子，那赤裸裸的目光一下子让面前的母子瞬间破防。婆婆马上哎呦呦地叫起来，扶着头倒在了沙发上。蒋家乔一边训斥着我，一边去看着婆婆。我坐在旁边看着母子俩的演戏，没有丝毫的动容，甚至还喜滋滋地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在面对两人的目光，我格外乐滋滋地笑了出声。看来我们家就要先添个弟弟喽。这话一出，婆婆也装不下去了，大清早一起来，一个碗端在了我的面前。我被吓得连连向后退，接着瞪着眼睛看着面前两个装神弄鬼的家伙，这可是童子尿，喝了一定能生下男的。蒋家乔和婆婆在旁边劝我，端在我面前是一碗温热的散发着尿骚味的尿，黄腾腾的尿。我看着这面前恶心的东西，本以为1个月过去他们已经消停，没想到竟然换了那么一招。蒋家乔把我围在旁边，门早就锁了，婆婆只是坐在床边，言语之中带着哀怨。我知道这些年来你给家里边做的事情，你辛苦了，但是我蒋家始终要有一个男孩，喝下这碗绝对能生个大胖小子。我可是专门请教过神婆的。婆婆一边说着，一边端着那碗尿来到我的面前，我大手一挥，将那碗尿打碎，恶臭的味道蔓延整个寝室。我瞧着那碗尿被打碎之后，心间松了口气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蒋家乔又从旁边的桌子上刚来了一碗。今天你是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蒋家乔面容带着严肃，看着我的时候更是带着义正辞辞。怀下一个男孩，我们蒋家绝对没有二话。之前我都不想跟你说，村里面有多少人说你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这里冷哼了一声，笑着看着面前的男人。当初娶我的时候说大家一起做丁克，怎么现如今不下蛋的母鸡变成我？怎么不是不下蛋的公鸡呢？我看上蒋家乔简简单单，家世背景简单，生得个英俊的外貌，并且家世不错，在学历上面跟我相当，除了有些许妈宝男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好。妈宝男这一点，在结婚之前，婆婆已经跟我许诺过，说结婚之后绝对不来，这我才答应一下结婚的。
可没想没结婚到半年，婆婆就已经住到家，而现如今2年没生下一个孩子之后，更是让婆婆在旁边说3道4。从此之后，各种各样的补药以及那些个避孕套全部被扎了个孔，主打一个生。现如今竟然做出了这种歪门邪道。我看着眼前这一碗黄滋滋的童子尿，再看着眼前的2个家伙，要不是没有那啥的话，真想拿尿滋他们2个一脸。蒋家乔婆口苦心地劝着我，俊朗的面庞带着愁容。现如今老家哪个不知道，我膝下没有一儿半女，不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都行。当初丁克那也是当初的说法，现如今我们结婚多久了，我又不在外面出轨，我不就是想让你生一个吗？婆婆听到女儿眼中明显划过一丝不愿，但是接着再听到蒋家乔的说法，也连忙点头。妈也不想让你那么辛苦，别管怎么样，但凡能生出个一儿半女，稍微怀孕，要是能继承家业的更好，快把这童子尿喝下去，这可是妈从大师那里求来的。我瞧着这母子俩一唱一和的，接着再看着高材生毕业的蒋家乔，言语之中带着问责。你高材生985毕业，童子尿真的有没有用？你不知道，你不会是想来恶心我的吧？我蒋家乔脸上没有丝毫的心虚，而是带着义正言辞。这些年我们什么药都用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半点作用。有时候使用一下别的办法，当然能成功。喝下去一口闷，不是喜欢的包吗？我帮你买。蒋家乔劝着我说道，一边拿包来蛊惑我，一边端着手上的童子尿靠近我。我看着面前义正言辞、没有丝毫心虚的蒋家乔，一下子之间就怒了。先前婆婆喝了黑狗血，那眼前的蒋家乔就来喝童子尿吧。我直接接过童子尿，婆婆预防地看着我，默默地向后退了一步。没曾想到我直接一把拽过蒋家乔，砰！戴着金丝框眼镜的蒋家乔直接被我摔到床上。那张岁月流逝依旧带着点俊朗的蒋家乔双眼发猛。我摸了一下手掌之下的啤酒肚，怒气冲冲。谁知道结婚之后就会变丑啊？带着被诈骗的怒气，我直接把手上的这碗童子尿硬生生灌到了蒋家乔的嘴中，咕噜咕噜，咔！吞咽下去的声音。下一刻，蒋家乔意识到底吞了什么，马上挣脱开跑进了厕所之中。惨绝人寰的呕吐不断响起，婆婆双手颤抖，看着我这个恶媳妇，她可是你蒋家乔呀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能给她灌童子尿呢？我将手中的碗摔到了地上，一双眸子微微眯起。既然生的话，你们2个生好了。我婆婆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我不甘示弱地从床边继续拿了一碗童子尿。这个先前在我婆婆眼中是能拯救整个家族的童子尿，此时此刻变成了毒药。我婆婆慌乱地退后，接着猛然打开门冲了出去。整个房间剩下的只有蒋家乔在厕所之中不断呕吐的声音。我倚着门看着，在马桶上不断吐的蒋家乔，黄腾腾的一滩水溅满了周围。我鼻尖闻着那股臭气，用手挥了挥，你不是爱生吗？那你就生好了。蒋家乔吐完之后，转过头看着我，那双眼眸之中带着凶狠的狰狞，朝着我冲了过来，想要将我撞在地上。我正想伸出脚踹过去，接着就硬生生地看着本来就有点微啤酒肚的蒋家乔，他肚子一下子胀大，一瞬间，蒋家乔犹如怀了7、8个月的妇人，一只手撑着腰，一只手抚摸着肚子，他面容狰狞，看着不断隆起的腹部。我是发生什么？是不是你搞了什么鬼？
我还没来得及解答，只听到外边客厅传来哎呦哎呦的声音，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之声。我连忙的走出去看她，只见到我那婆婆也撑着腰躺在了沙发之上，那肚子圆滚滚，犹如怀了7、8个月。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，再想着先前我说的那一番话，一瞬间咽了咽口水。该不会真的怀上了吧？那么大的肚子，但凡走出去，哪个人说不是怀上呢？我瞧着这一对母子，脑海之中思绪纷纷。要是都怀上，那是谁的孩子呀？我心中念着想着，连忙打电话约车。伴随着一阵手忙脚乱，我们到达了妇产科。等到医生一脸沉重地请我进去，我听到了答案之后，面容紧绷。靠，这2个家伙都怀上了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几秒钟的时间，硬生生怀上了。不是，这是谁的崽？我看着 B 超，面对医生沉重的目光，我硬生生没敢说，这孩子是在一瞬之间怀的。我走进病房，面对2人炽热的目光，原本内心之中的厌恶以及烦躁，一瞬之间被我压了下去。毕竟这天底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妈耶，母子都怀了耶！婆婆面带愁容，没有了先前的趾高气扬，小声开口：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快点告诉妈，我撑得住。旁边的蒋家乔更是将期盼的目光看向我，面容苍白的他似乎将唯一的救命稻草拴在了我身上。我们2个是怎么了？媳妇，现在我们可只有你了，该不会是那些黑狗血、童子尿有什么弊端吧？我蒋家乔一边看着我，一边不断的猜测。我真想告诉他，他的猜测成功了。事实证明，我也那么做了。我在2人炽热的目光之下，激动开口：蒋家乔，妈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你们怀上了！如同雷劈一般的消息将2个人死死地钉在病床之上。婆婆是第一个缓过来的人，语气颤抖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你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妈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惊吓。蒋家乔更是犹如雷劈，身体直接僵硬。接着听到婆婆的话，立马带着质疑看着我。我面对2人质疑的目光，从手中甩了甩报告，一式2份，递给2人。妈，蒋家乔，你们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家什么实力呀？医院也不是我家开的，难不成我还能操控医生？这可是3甲医院。2人颤颤巍巍地拿起那份 B 超报告，上面明明晃晃的，让2个认字的人一瞬之间心如死灰。蒋家乔低着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报告单。我们怎么就怀了呢？简简单单的一张报告单，顿时让这对母子瞬间崩溃。病房里边充满了哀怨的气息，婆婆一边哭，一边将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。你要是乖乖喝下，我家现在都抱了2个大胖孙子了。我年纪那么大，怎么还能生呢？我面对婆婆的怒火笑了笑，看了一眼还在陷入悲痛之中的蒋家乔，眼神划过一抹不屑。这话说的，谁生不是生啊？再怎么都是你家的孩子，不是吗？这可是你蒋家的血脉。婆婆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说对吧？蒋家乔拿着通知单，整张脸面色苍白。想到自己被硬生生灌下的那一碗童子尿，想从床上下来与我撕扯，可令人可惜的是，挺着个大肚子，圆滚滚的肚子阻碍了蒋家乔的行动。稍微一动，肚子里面沉甸甸的。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怀了这个怪胎？我要打掉这个孩子！蒋家乔抓着被子朝我怒吼，将床上的东西砸到我的面前。我连忙向后撤退，看着气急败坏的蒋家乔，我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。
蒋家乔说的这都是什么话？要不是蒋家乔想要孩子的话，我也不可能把那童子尿灌到你的肚子里啊！这可是你的孩子呀！我瞧着这两人破防的样子，内心忍不住的升起欢喜。至于这肚子里面到底怀了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蒋家乔竟打不着我，气得急按床铃。我瞧着他想打他的样子，我连忙在一旁劝着婆婆说道：“妈，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蒋家的孩子呀，真的让蒋家乔就那么打过去？你说说，这可是蒋家的血脉，万一是个男的，这个怎么办呀？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瞬间捏住了我婆婆的命脉。婆婆做梦都想，我为蒋家生出一个孙子，现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即便是儿子，我婆婆也绝不放弃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婆婆勉强挣扎了过来，一把抱住了蒋家乔的手。再怎么说都是我蒋家的孩子，这可是你的孩子呀，生下来没有人知道的。你媳妇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我们家可不能没后啊！婆婆一边说道，一边保护住肚子，还得伸出手安抚一下蒋家乔的肚子。咱们现在可是怀孕期间，可不能动气啊！你不说我不说，天地之间谁知道？我蒋家乔瞪大了双眼看着婆婆，接着一把甩开。我见这样子，连忙上去扶住了婆婆，可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出意外，肚子里面还揣着一个呢。蒋家乔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妈，我可是个男的，要是被别人知道我生了个孩子，我可在外面怎么混呀？你想想我好不好呀？”婆婆面容纠结，小心翼翼地提议：“实在不行，咱就去乡下，不在城市里边，生完孩子再回来。这可是我的乖孙子，你心疼心疼妈吧，妈还没抱过孙子呢。”蒋家乔不可思议地看着婆婆，颤颤巍巍地伸着手：“我还不如肚子里面不知道性别的重要吗？”妈，我瞧着这两个狗咬狗的样子，略微有些许头痛。不过喝下黑狗血就能生出孩子来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，难不成单凭一个男的真的能怀孕了？我心中琢磨着，只见到医生面容纠结地走了进来，瞧见病房里边乱糟糟的，略感头疼的，叫着后边的护士收拾。医生把我请了出去，带着诧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接着目光认真地瞧着我，略微叹了一声。一个炸裂的消息在我耳边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天大地大，无奇不有。里边这两个怀的都是你的孩子。有的时候沉默足以震耳欲聋。我看着医生，再看了看手里的通知单，仔细瞧了瞧那个亲子鉴定，当初进来的时候做的，觉得医生在搞笑，可万万没想到天底下还能有这种离谱的事情。我一个女的，底下也没长出什么物件，怎么就能让两个人怀上呢？还是一男一女？我看着面前的医生，内心之中只觉得深深的荒谬。当初我只是随口说说搞笑的，眼前的医生是不是也在跟我开玩笑呀？这话真的不是在搞笑吗？要知道我可是个女的呀，怎么可能让母子怀孕呢？医生面容纠结地看着我，眼神之中带着惊叹，天底下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，你是第一个。不知道你支不支持我们进行定期拜访呀？条件一切都好商量。医生话里边就是一个意思，打算就地观察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我听到这话，嘴角略微抽搐，连忙向后退了几步，看着医生失望的目光，我的心一阵一阵的砰砰乱跳。这竟然是真的！我拿着报告单，慌乱地走进房间之中。此时此刻，母子俩早就和好，一致对外。蒋家乔眉头紧紧皱起，眼神之中全是埋怨。要不是你不喝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如今，我们家恐怕都要沦落为网络上的笑话。婆婆在一旁点了点头，
言语之中更是带着憎恶。没有哪家的媳妇就像你这样的，之前不肯生孩子，还把那药灌到了蒋家乔婆婆的肚子里边。婆婆一边说着，一边眼中的贪婪毫不掩。这可是要赔偿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，一个做婆婆的，一个做男的，怎么可能生孩子？我们蒋家的孙子一出来，那就是要继承大批大批的家业的。你想想办法，不然的话，我可就去告你。我听到这两人说的话，以及眼神之中赤裸裸的贪婪，没有做任何反应，而是将手中的报告传了过去，眼神之中带着高兴。妈，这瞧你说的，你们俩都怀了我的孩子了，我能不做补偿吗？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这肚子里边好像就我一个人的血脉呀。2份熟悉的报告单传到两人的手中，蒋家乔瞪大双眸看见着我，婆婆更是不可思议，仔仔细细看了半天，最后那一张报告的单被揉成了碎片。我面对两人的目光，假装不知两人内心到底在想着什么，乐滋滋地说道：昨天说怀孕，今天准备生了，我回去肯定要跟我爸我妈说，你这是被我们家诞下了一个男孩呀。两人统统怀了我的孩子。作为彻头彻尾的得力主，我这副招摇过市的样子，瞬间让坐在病床上的两人纷纷红了双眼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摇头微叹，狠狠地刺激着两人的内心。跟我姓的话，也不知道取什么名字才好，毕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方面，不是吗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哟？蒋家乔倒是没有多破防，只是一直想让我怀孕，生下蒋家子嗣的婆婆瞬间破防。婆婆用手指着我，那略微有些粗大的指尖颤颤巍巍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你不要脸！话还没说完，下一秒硬生生地被气晕了过去，显然被这个消息气得不轻。我瞧着被气晕的婆婆，目光迅速转到了蒋家乔的身上。我家资产大，给的陪嫁嫁妆也多，但是那一部分全部掌握在我的手中。可惜这个靠着我起家的蒋家乔贼心不死呀！当初因为我一直不出嫁，我爸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最后在一众人选之中选择了同样丁克的蒋家乔。当年结婚的时候考察过一次，确实认为他是一个丁克主义者。我爹要求也不高，有个人在我身边就行。万万没想到，人变得还挺快的。一结婚之后，接受到催婚，马上变成这个样子。至于先前那一番有关于金钱的话，我稍微一听就明白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。蒋家乔恐怕老早就在图谋我手中的那一点资产，怪不得这些年总是旁敲侧击。蒋家乔怀着孕看着我冷冷的目光，他眉头紧皱，如同被冒犯一般，大声说话：这个孩子是你的，要是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可就要打掉了，毕竟可是拥有你的血脉呀。我耸了耸肩，略带无奈地说道：谁知道黑狗血生下来是什么样的呀？你想生就生了，不过我是不会付半分钱的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我还乐滋滋地笑着说：要么你打，要么你生下来，不过这件事情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蒋家乔，张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要我和你结婚生孩子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离婚。你净身出户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瞬间还让在那里趾高气扬的蒋家乔脸色苍白，让这两个人握住的把柄。怎么可能？当初还会发生童子尿的事情，就是我不够当机立断，没有一刀斩。我现在可不像曾经了。蒋家乔抚摸着肚子，一瞬之间如同抓到筹码说道：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哈！我看着拿出这个理由的蒋家乔，总感觉剧本拿错了，怎么有一种走进蒋家乔剧本的感觉？我一双眸子微微眯了起来，
看着蒋家乔怀着的孩子，有本事你生下来呀，生下来再说吧。谁知道生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在医院的人准备来之前，蒋家乔和婆婆连忙办好出院手续，接着转到了当地乡镇的一个小医院。两个人都想生下孩子，拿不住证据让我赔钱，我反手就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爹。最后在我爹意味深长的言语之中，我收到了一份文件资料，看着资料里边的文件，那对母子根本就没生下什么孩子，而是生下一股气体。那个气体顿时让当地的医院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反手报警。母子俩刚生没多久，就双双的被抓到牢中。我看着早已经准备好的婴儿床，略带可惜地摇了摇头。看来黑狗血和童子尿真的生不出个孩子。通过我爸给我请了私家侦探，最终得出了一个确确实实的结论：两个人怀的根本就不是孩子，只不过是某种特殊的科技手段弄成了一股气。这股气里边带着一些液体，液体就是当初婆婆专门去神婆那里弄的，里边混淆了我的兴许血液，只不过能拥有我血液并且没有受伤的。我想到姨妈期那几天，婆婆总是在我上完厕所之后，进入到厕所之中，就忍不住抖了个寒战。幸好那么黑狗血，我一点都没碰。在警察通知我去做调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格外落魄的蒋家乔和婆婆。蒋家乔看着我，眼神之中带着期盼。这件事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我妈做的，你可要把我救出去啊！婆婆则是在一旁狠狠地拍打了蒋家乔，接着紧紧抓住我的双手。妈可是把你当闺女看待，那可是一时糊涂算不得真的。我们现如今就是一家人，妈也不是故意去搞那种东西的。媳妇，你可想想办法吧。两人似乎将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，纷纷期盼地看着我。我在两人的目光之下浅浅地笑了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抽出了双手。警察，我要举报。在合法公正的举报流程之下，我俩成功的离婚。两人都不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什么，虽然没有坐牢，但也在里边关了一段时间。离完婚之后，这母子俩全部都净身出户。原先住着的那套大平层是我自己的房子，现如今离婚之后，我直接将这套房子挂牌卖出去。那两个人原本还死缠烂打赖着我的房子不收，结果被新来的租客教训了一顿，最后灰溜溜地滚了出去。我乐滋滋地拿着钱财重新包养一个小狼狗。生孩子这种玩意儿是不想生的，但是男人嘛，想要那还不简单，天底下一大把。蒋家乔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，冒着大雨蹲在了我的门前。我左手挽着小狼狗，右手提着新买的包，乐滋滋地回去。在电闪雷鸣之下，我就看到了一个晦气玩意儿。蒋家乔见我回来，连忙站了起来，用手擦干净着那被雨水拍打的脸庞，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他那张俊俏的面容。蒋家乔看着我身旁的人，一瞬之间火冒三丈。你刚跟我离婚没多久，就有了一个人，你是不是之前的时候就计划着跟我离婚了？你身边的男人究竟是谁？你说清楚！蒋家乔一边火冒三丈，一边说想要冲上来将我扯出小狼狗的怀抱。小狼狗一把摁住了我蒋家乔的手，眼眸之中带着鄙夷。30多岁的老男人，何必在姐姐面前说三道四？恶心！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蒋家乔的内心。蒋家乔看着我，眼神之中带着哀怨。当初那件事情都是我妈做的，我完全不知情。后面确实是我的错，我只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你就不能给一次原谅我的机会吗？
我挑了挑眉，看着还想靠近的男人，向后退了一步。我可不想和一个喝过童子尿的人复婚，亲嘴我都觉得骚。抛下这句话之后，我把蒋家乔关在了门外。关门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那，门外传来了一阵哀嚎之声。经历这件事情，我爸也不敢再催婚。面对催婚产生的结果，对我很是愧疚。最后一大笔加一大笔的钱，迅速通过银行转到我的账户。在金钱的加持之下，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滋润。至于那2个想生就生的母子嘛，听说事情暴露出来之后，在这混不下去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流浪了。我看着面前的非洲大草原，自由与风扑面而来。不错，今年定个小目标，争取2年内旅游完全球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心情忐忑，指不定啥事都没呢。你别这么紧张，徐丽安慰我。我就怕真是我的原因。我说，如果真是我不孕不育，我怎么面对老公一家人？结婚2年了，我一直怀不上孩子。婆婆骂我是下不出蛋的母鸡，怪我不能给他们家延续香火，难听的话不计其数。我只好和丈夫去做了检查。2周后，我拿到了报告，但这个报告让我很尴尬。我没事，丈夫有事。他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也就是说，问题在他，不在我。我把报告藏在了大衣兜里，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。饭桌上，丈夫却主动问了起来：“你不是去拿检查报告了吗？怎么样？”我刚要开口，婆婆竟抢话道：“医生说没啥大问题，就是柳娟她身子有点弱，回头我给她买点补品。”调养调养，那就好。丈夫长舒一口气，婆婆放下筷子，示意我去厨房。我随婆婆进了厨房，她关上了门。随后，她把体检报告砸在我的脸上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她下午本来想去打麻将，要从我的大衣兜里掏点零钱，却意外地掏出了那份检查报告。报告砸在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疼，我心生怨气，立即反驳：“您儿子无精，您冲我发什么火？”他一把撕碎了报告：“这事不要告诉王坑，他迟早会知道的。怎么瞒？哪个男人能接受这种事？”婆婆眼神恶狠狠的，仿佛是我害得她断子绝孙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当妻子的，要不要顾及下丈夫的脸面？那孩子呢？我问。您不是一直嫌弃我生不出孩子吗？孩子会有的。他说。我一个人洗完了碗，又把灶台擦拭干净，走出厨房后，我发现婆婆竟然在卫生间内给我的丈夫王坑搓澡，浴霸开得暖烘烘的，映出2个暧昧的身影。2人关在里面，有说有笑，我心里一阵反胃。但这是家里的常态。徐丽常常吐槽，说我丈夫已经30几岁了，怎么还这么妈宝？她说得对，王坑每天上班穿什么衣服，全要经过婆婆审查，甚至连微信换个头像都要听婆婆的话。我替丈夫辩解道，王坑早年丧父，婆婆把他拉扯大，母子情深。但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妥。正想着，婆婆和丈夫嘻嘻哈哈地从卫生间出来，随后婆婆就穿着蕾丝内衣，靠在丈夫身边看电视，胸前的2块肉呼之欲出，我都替她骚得慌。夜里，丈夫刚回房间，准备关灯睡觉。王坑，跟你说个事。啥？你这么大人了，穿个内裤就在你妈面前晃悠，不太好吧？有啥呀？这是我亲妈，我全身哪块肉她没看过。话是这么说，也得避嫌吧？还有你妈，她天天穿着内衣。王坑翻过身，不耐烦地打断我：“那是我妈，你吃什么飞醋？我这是吃醋吗？”
我扯了几下被子，他不再理我，呼呼睡下。这天我买完菜回家，王猛就站在门口。他是我丈夫的弟弟，成天游手好闲，没有正经工作。说是弟弟，但我知道他们二人并没有血缘关系。10年前，王坑和王猛的父亲合伙做生意，却遭遇车祸，双双身亡。王猛父亲死后，婆婆把还在上初中的王猛领回家，当王坑的弟弟一样照顾，帮他长大成人。得知王猛的身世，本来我对他还有点同情，但相处久了之后，我才发现他简直就是个人渣。王猛捂着裤裆，急冲冲地冲我喊着：“嫂子，快开门！”我尿憋不住了，我皱皱眉，打开了家门。家里没人，我也不想和王猛单独相处，径直去了厨房。洗菜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身后站了个人，王猛的手攀上了我的肩膀，他撩起我的发尾，使劲闻了闻。你干什么？我心头一凛，嫂子，你好香啊！我正要发飙，客厅突然传来开门声。这么早就来了？婆婆看见王猛，笑道：“丈夫加班。”婆婆把王猛叫来陪她吃饭。席间，他俩有说有笑，我也懒得插话。去，帮我添点饭。婆婆把碗递给我，妈，我来，您让大嫂歇着。王猛伸手来拿碗，乘机摸了把我的手，我一惊，碗摔到了地上，笨手笨脚，碗都拿不稳。婆婆责怪道：“是我不好，没拿稳，不怪大嫂。”王猛嘻嘻哈哈，我懒得跟婆婆计较，俯身把碎片捡了起来，一抬头，迎面撞上的就是他猥琐的目光。他直直地盯着我的胸脯，满脸淫笑。我厌恶地捂住领口，这一切婆婆都看在眼里，但她一句话都没说。我把这事告诉徐丽，徐丽让我小心王猛。她说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正是如此。这些年她才坚持不婚主义。跟徐丽挂了电话，我又接到大哥的来电：“老妹，最近还好吧？”他心情不错。告诉你个事，你说。你也知道哥一直没上班，我也这么大个人了，是时候存钱娶个媳妇了。然后呢？我问。我跟爸商量过了，我想买辆车去跑滴滴。哦，你想去就去呗。啥叫想去就去？车都没有，怎么跑？你什么意思？我问。我哥滋滋最后才说他看上一辆车，要20万，但他手里只有2万，希望我能赞助他18万。20万的车，他出2万，我赞助18万，真会算账。我火蹭的一下上来了，我上哪去给你找那么多钱？你没有，你婆婆有。电话那头，我爸突然凶狠地插话：“我知道，那老寡妇手里钱不少。那一年，王坑的父亲车祸身亡后，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，因此我爸才逼着我嫁给了王坑。随后，他跟我哥把我当成了提款机，三番两头的找我要钱。我只好向他解释，婆婆不给我钱，因为我不能生育，没法给他们家延续香火。我爸说，那他不管，那是他王家没福气，反正咱柳家不能绝后，只要我哥这工作搞定了，他就能给我哥安排相亲，回头再生个大胖小子，小日子过得美滋滋。我爸限我1周之内把钱打给他们，否则就要上门来闹。闹就闹呗。我没好气地挂了电话，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。令我出乎意料的是，整整1周，他们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，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不安。直到这天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我婆婆。你在哪呢？婆婆问。在家，跟徐丽聊天，马上准备做饭，让她走吧。婆婆说，今天是你和王坑的周年纪念，我给你俩订了个房间。我才想起，我和丈夫结婚2周年了。王坑呢？他去了吗？他还在加班，待会就到。你赶紧来，
白云酒店801。挂了电话，我只好向徐丽解释。徐丽听完后，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我真佩服你婆婆，连开房的事都要替她儿子安排。”可谁知到了酒店，我才发现丈夫没来，反而是婆婆等王坑下班，坐在里面。她递给我一瓶水：“谢谢吧，我差不多回去了，你在这。”我喝了一口水，送走了婆婆。刚躺在床上玩了会手机，突然我听到了刷卡的声音，我以为是丈夫要来了，忙捋了捋头发，起身去接。但出现在我面前不是的丈夫，而是王猛。嫂子，等急了吧？王猛笑得一如既往的猥琐和下。贱，你干嘛？我刚开口，随后突然觉得全身发软，站都站不直了。王猛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倒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站在走廊拐角的婆婆，她朝我阴笑着，我才意识到她在那瓶水里给我下药了。王猛搂着我，一步步走回到房间里，一声巨大的关门声把我和外界彻底隔绝了。王猛把我放在床上，随后他脱光了衣服，只剩一条内。你干嘛？我是你嫂子。我试图推开他，但浑身无力。酷！我越这么说，他仿佛越兴奋，一只手在我身上乱摸，另一只手疯狂撕扯我的衣服。嫂子，你的身子比头发还香。他在我的脸上乱亲，我求救的声音微乎其微，渐渐被他眼睛的喘息声盖了下去。我求救无门，只好闭上了眼。可这混蛋却用手撑开我的了。嫂子，你得看着我呀，你不看我，我都没那么兴奋。他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脸。王坑真是个废物，他不能让你怀孕。让我来吧，弟弟性感，让你爽。不要求你，我仍然没放弃求救。算你倒霉，替王家还债来了。嫂子，你哭的样子真……这一夜，一个猥琐的男人趴在上面喘着粗气，一个满眼泪水的女人绝望地躺在下面，生不如死。等我完全清醒的时，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。那个畜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婆婆坐在床边，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。我抓起一个枕头朝她丢了过去。你还是人吗？居然给儿媳妇下药！我要报警！她接过枕头，捋平皱褶放在我旁边。爱抱抱呗，到时候我就说你勾引王猛，被我这个婆婆抓了现行哦。虽然王猛不是我亲儿子，但好歹他也算是我王家的人。我的手立在空中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知道吗？你哥特喜欢那车，进了 4S 店就不想走。我帮他们交了定金，3天内补足尾款，只要你答应把孩子生下来，那车就是你哥的。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威胁我。我懵了，要是你哥的车黄了，你觉得你爸会怎么骂你？婆婆伸手替我将碎发别到了耳后。柳娟，你也知道王坑就这样了，生不出孩子，你就听婆婆的，行行好，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样既可以保住你丈夫的脸面，也能帮我们延续香火，还能给你哥买车，皆大欢喜。你说呢？我沉默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整天心神不宁，不知道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。直到某天，婆婆递给我一根验孕棒，2根杠慢慢浮现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婆婆高兴极了，我则待在卫生间里，迟迟没有走出去，直到王坑兴奋地跑进来问：娟，你真的怀了？我嗯了一声，丈夫把我抱起来，原地转了好几圈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要当爸爸了。见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在心中默认了这个结果。就这样吧。得知我怀孕了，徐丽更是震惊。开什么玩笑？王坑不是无精吗？你这孩子哪来的？我欲言又止，吞吞吐吐。你出轨了？徐丽瞪大了眼睛。我没有。我忙解释道。那你这孩子？
我骗她说那天医生诊断错误，其实王坑没事，但我能看出来。徐丽根本不信，婆婆托关系带我做了检查，是个男孩。随后她眉开眼笑，要我哪都别去，就在家待着，好好养胎。徐丽自从知道我怀孕后，她隔三差五就给我买东西，上家里陪我。有一次屋里没人的时候，徐丽突然握住我的手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柳娟，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王坑的，但不管是谁的，如果你想生，我就支持你生。将来要是天塌了，有姐妹帮你顶着，真没人养他了，我帮你养。”我笑笑说他多心了，这个孩子一定能够顺利出生，平安长大。那天徐丽前脚刚走，王猛又来了。一见他，我忙要关门，可王猛一把顶住门缝：“嫂子，你老躲着我干啥？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哥和你妈都不在家，你等他们回来了再来吧。”我把他外推，可他竟顺势抓住了我的手。等他们干啥？就我们俩人不好吗？他舔了舔我的手背，我立马抽回了手。我是你大嫂，现在也怀了孩子，请你注意点。我这句话非但没有劝退他，反而激怒了他。什么嫂不嫂啊？我跟王坑又不是亲兄弟。再说那天你不也没反抗？我看你也挺爽的呀。反抗？我懵了，我被下了药，我有力气反抗吗？你赶紧滚！他不再说话，直接冲进了门，顺势把我推倒在沙发上，又伸手扯我的衣服。我趁机狠狠踢了他一脚，打算往门口跑。他很快追了上来，扯着我的头发，用力地把我往回拽。想跑？我告诉你，王家的东西有我一半，婆娘也有我一半。我和他纠缠起来，却被沙发角绊住了脚，直直地撞向了桌角，然后血从我下体里流了出来，孩子没了。医院里，王猛只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闭口不提他性骚扰我的事。婆婆十分恼怒，真是个没福气的东西。她站在床边辱骂道，连丈夫也跟着怪我：“柳娟，你到底会干啥？一天天在家啥事也不做，班也不要你去上，怎么连肚里的孩子都顾不好？”我爸也赶到了医院，但他们第一件事不是心疼我，而是点头哈腰的给我婆婆道歉。亲家母，王坑，你们别生气，别急，柳娟还年轻，还能生的。婆婆不搭理他们。我爸觉得丢人，冲到病床前，抬手就给我一个耳光。医生护士连忙赶来，才将我爸拉开。徐丽看不过去，和我爸吵了起来：“关你啥事？你一个老姑婆不嫁人，不操心自己，反倒操心别人的家事。”我爸骂道：“我的事也不用你操心，我有钱，养得活自己。”徐丽毫不示弱地回击：“你这丫头嘴倒是厉害，我们家的事你别多嘴。”婆婆帮着我爸说话，我拉拉徐丽的手，她本来还想还嘴，生生吞了回去。在婆婆眼里，我是生育机器；在我爸眼里，我是哥哥的取款机。他们的嘴脸让我无言以对。我被婆婆下药，被王猛迷奸，又害到流产，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他们丝毫不关心过我的死活。我心灰意冷，只想好好休息。出院后，我在家休养，更是吃尽了白眼。婆婆再也没给过我好脸色，经常出言讽刺：“你还有脸睡觉呢？”看我躺在床上，她时不时就要来对我几句。我翻身过，不想搭理她。你晚上倒好，睡得香。我一闭眼就想到我的孙子，他坐在地上哭丧起来。我可怜的孙子哟！行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问。杀人犯！婆婆骂道：“柳娟，你杀了我孙子，他的鬼魂会来找你报仇的，神经病！”我在心中怒骂。我被他搞得神经衰弱，经常半夜做噩梦惊醒。徐丽隔三差五上门来看我，还劝我说：“
实在不行，搬到他家去住。我说算了，我要是搬走，就只能激化矛盾。我不搬家，也是心疼王坑。好几次半夜，我都看见他坐在客厅里抽闷烟，面前摆着给孩子准备的衣物。这天，我爸带着大哥上了门，好些了仨。我大哥问，我点点头，招呼他们坐下，好好养身子，抓紧时间再怀个娃，别得罪你婆婆。我爸说知道了。我敷衍道，这次来找你是有事要和你商量。我爸把礼物放在茶几上，瞟了我一眼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不用说，肯定又是要钱。你大哥看上一个姑娘，特别对眼，但人家要20万的彩礼，没钱。我直截了当，你没钱？我大哥吼道，柳娟，你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你告诉我你没钱，我看你就是想让咱家绝后。我爸拍拍大哥的肩膀，装起好人。柳娟，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，只有你哥的种才是我们家的血脉。你行行好，帮你大哥娶个媳妇，不然回头村里人该笑话咱了。到时候你也抬不起头做人不是。我身子很虚，不想跟他们多做纠缠，起身要送客。正好这时我婆婆回来了，得知我爸来要钱，她竟然大喜过望，说我哥单身这么久了，能结婚是好事，钱不是问题，彩礼钱他来出。我爸一听，眉开眼笑，点头哈腰，不停道谢。临走前，我爸叮嘱我，有这么好的婆婆是我的福气。我只感到不寒而栗。我清楚，婆婆这么大方，一定有她的目的。果然，我爸一走，婆婆就原形毕露。这钱我不差，但我也不能白给。她看着我，若有所思。你说吧，又要怎么样？你再和王猛借次种，赔个孙子给我。赔？我笑了。感情这个孙子是我欠他们王家的。我才流产多久？你考虑过我的身体吗？我问。流产是你自己的原因，谁让你不小心？那是你活该。柳娟，我让你进门就是为了生孩子，不然就凭你这条件，能当我王家的媳妇？我不答应，说我宁愿离婚，也不会再跟王猛有任何关系。这钱我不出了。不答应，他威胁道，那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，说随你。果真，我爸一听我婆婆变卦了，就隔三差五的打电话来催我拿钱。电话只要一响，我都能吓出一身冷汗，索性静了音。见我不听电话，又变成了短信轰炸。大哥每天能发几十条来催，到最后我只能关机，躲一时是一时。见我最近精神欠佳，丈夫破天荒地安慰起了我，还向我道歉，说孩子没了，他也很难过。他抱着我哭了起来，说他做了个梦，梦里他的儿子在向他挥手，边挥手边喊爸爸。他说的我很心酸，我只能靠在他肩膀上默默掉泪。丈夫被公司安排出差1周，随后婆婆把王猛叫到了家中。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卧室里，等待王猛进来。跟上次不一样，上次是被强迫，而这次我是自愿的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哪怕有了心理准备，却还是紧张的冒汗。婆婆把我和王猛锁在卧室里，王猛一进门就脱掉了裤子。嘿嘿，嫂子，等急了吧？我把脸别到一边，屈辱感爬满全身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将我的头转了过来。嫂子，你得看着我呀，都说了，你看着我，我才兴奋。我扯着被子盖住身体，他一把将被子揭开，压了上来。他发泄完毕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，他则在一旁抽着烟，若无其事。之后的1周内，婆婆又安排了几次让王猛和我同房。1个月后，我再次怀上了孩子。婆婆和上一次一样，带着我去检查了胎儿的性别，又是男孩。为了不让王猛再次骚扰我，
婆婆花重金帮她相亲，终于帮她找了个女朋友，王猛这才放过了我。我爸也顺利地拿到了婆婆的钱，大哥如愿地娶了老婆。他婚礼那天我没有去，但我从别人的朋友圈看到，我爸激动得不停掉泪。我觉得很讽刺，因为我结婚那天，老头只顾着躲在房间数彩礼钱，连面都没露。丈夫王坑也很开心，为了确保这次万无一失，他甚至辞了工作，专门在家照顾我。所有人都很满意，除了徐丽。没人的时候，徐丽红着眼睛瞪着问我，这个孩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点点头，我说咱们女人生下来就是帮男人延续香火的，不生孩子会被人唾弃的。他骂我迂腐，但又不忍心对我过度苛责，只好看着我的肚子不停地叹气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要风平浪静时，老天又给我开了个玩笑，我生了个女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做检查的医生拿错了报告，听说是个女儿。婆婆勃然大怒，她冲进病房，毫不客气地指着我骂，果然是个没福气的晦气女人，生不出儿子。原本想沾孙子光的我爸也瞬间吃了瘪，他一脸谄媚的道歉，是柳娟不争气，但现在不还有二胎政策吗？还能生，还能生。我在手术室里痛得要死，只有徐丽来帮我说话，生，有病啊你们，一天天就知道让她生。柳娟又不是生育机器。我看着女儿，心生爱意，不解道，孙女怎么了？女孩就不是人吗？你闭嘴！我爸又朝我扇了一耳光，生不出儿子就是你对不起王家，你还有脸说话？什么年代了呀，还只要孙子，家里有王位要继承。他们走后，徐丽看着他们的背影骂道。我不再说话，躺在床上默默流泪。好在丈夫的态度还算不错，没事的柳娟，不管儿子女儿，我都喜欢。医生让我回家静养，婆婆理所当然的没给我好脸。丈夫上班的时候，她连饭都懒得给我做。妈，我饿了，有饭吗？我哺乳期时，浑身无力，饿得受不了。婆婆丢给我一桶泡面，一个字都没说。晚上丈夫回到家，看到了床边的泡面，随后他气呼呼地进了婆婆的房间，两人大吵一架。他终于像个男人了。我跟妈说了，你好好坐月子，不休息好哪有奶水喂孩子。我点点头。丈夫宠溺地抱起女儿，满眼笑意。他替女儿取了个名字，叫雨红。一切困难都将迎来雨后的彩虹。可是婆婆对雨红的态度依然冷淡。我要给雨红买尿不湿，她却甩给我一堆她不喜欢的旧衣服。花那钱干啥？就拿衣服垫，洗了还能继续用，晒晒还能消毒力。我气不过和她吵了起来，她直接骂道，你要生个孙子，我还能给你点脸，现在生个赔钱货，还敢提意见？爱用就用，不爱用，带着那个小丫头滚出我们王家。几天后，徐丽带着几箱尿不湿和奶粉来看我，她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过。我说再怎么样，雨红也是王坑的孩子，为了她，我也得忍气吞声地过下去。徐丽摸着雨红的脸，说何必呢？几年过去，雨红渐渐长大，越来越可爱。每当她奶声奶气叫妈妈，我都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可某一天，婆婆却再次动了借种的想法。那天，我正在陪雨红玩，婆婆突然走进客厅，她递给雨红一个棒棒糖，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，你再跟王猛借个种，看能不能怀个儿子。如果又是个女孩呢？我苦笑道，是女孩就继续生，直到生出孙子为止。婆婆恶狠狠地说，我们王家又不是养不起。她凶狠的表情把雨红吓得哇哇大哭，哭。
他一把捏住雨红的小脸蛋，雨红的脸被掐得通红，和你妈一个死样，就知道哭，没出息。我忙从婆婆的手里抢过孩子，王猛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让他生不行吗？非要指着我折腾。我不满地说。婆婆叹了口气，再怎么说，王猛终归不是我家的人，这孩子一定得从你肚子里出来才行。几天之后，我才明白婆婆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让我再次跟王猛借种。原来她对一切早有预感。王猛婚礼这天，我爸和徐丽都来参加了。一番传统的致辞后，突然新娘抢过话筒，说要给大家一个礼物。随后她扔了个重磅炸弹，大屏幕上投影出了一张张照片，竟是王猛与其他女人亲昵的合影。每一张的女主角都不一样，有些搂着亲嘴，有些就裹了张浴巾，还有些压根就什么都没穿，连马赛克都没打。现场瞬间爆发出各种议论声。徐丽噗的一下就乐出了声，哟，这场戏好看。王猛有错在先，一言不发的任凭新娘的家人打骂。婆婆忙冲上台当和事佬，还劝说男人嘛，婚后就收婚，心了，当着这么多人闹多丢脸。新娘将捧花摔到婆婆脸上，收个屁心，傻成才跟她结。场面瞬间乱作一团，婚没结成，还出动了警察。王坑和婆婆陪着王猛去派出所解释，徐丽开车送我回家。路上，徐丽感叹道：“没劲，我还以为会打出血呢。”我却隐隐担忧，如果王猛娶不到老婆，那遭罪的就是我了。到家后，我接到了丈夫的电话。他说他刚从派出所出来，现在去给雨红买洋娃娃，让我先哄雨红吃饭。我说没事，我们等你吃饭。晚上我刚做好饭菜，就响起了敲门声。雨红蹦蹦跳跳地跑去开门，却一直没有声音。我有些纳闷，朝门口看去，竟发现不是丈夫回来，是王猛来了。他一身酒气，醉醺醺地进了门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哥马上就回来了，你快走！我连忙前把他朝门外推，但我的力气始终没有他大。他一把推开我，坐在了饭桌了起来。哟，一桌子菜呀，真好！他自顾自地拿起筷子吃。有媳妇真好，有媳妇就有家了。我真羡慕我哥，从小啥都比我好。要是我爸妈还在，我肯定不比他过得差。干啥？我拉着雨红站在旁边，一动不敢动。她放下筷子，扭头看了看我，嫂子，你老离我那么远。我没有答话。雨红被她吓到了，浑身都在颤抖。我问你呢？她猛地拍了下桌子，你老离我那么远，干啥？见我不说话，她站起身，摸了摸雨红的脸，这小脸真嫩啊，真不愧是我的种。我把雨红护在身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晃晃悠悠地说：“我想干你。”随后，他脱起了裤子，我连忙带着雨红就往门口跑，可他一把将我扯了过去。跑什么？你这个骚婆娘，在床上你也挺浪的呀！王猛，雨红在这里，你说话注意点！我怒斥道：“怕啥？雨红是我的女儿。”你也算是我半个婆娘。他边说着，边伸手扒我的衣服。今天这时候，我本来应该在洞房的，但我媳妇跑了，那我就只能干你了。爸，舅舅，你把妈妈弄哭了，你是坏人，我要告诉爸。雨红吓到大哭，伸手捶打着王猛：“滚一边去，老子就是你的爹！”王猛一巴掌扇在雨红脸上：“再避避！老子连你一块干！”我忙护住雨红，骂道：“王猛，你还是人吗？雨红是你的女儿，你这样对她。”王猛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趴在我身上，正要施暴，此时却传来了王坑的声音：“
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丈夫站在门口，手里紧紧捏着买回来的洋娃娃，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布满血丝丝。我才意识到，王猛来的时候没关门。王坑冲进厨房，拿了一把菜刀。王猛见状，瞬间酒醒，裤子没穿就准备跑。王坑一把将他拉回来，提着刀就要砍下去。眼见要闹出大事，我死死地拉着丈夫。王坑看着我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是在保护你的姘头吗？”我摇摇头，哭到说不出话。王猛忙嬉皮笑脸：“哥，咱俩是兄弟，一个婆娘而已，不至于闹到这样吧？”“滚！谁和你是兄弟？”丈夫怒骂道。“让我滚！”王猛脸色也变了。“你以为我想跟你当兄弟？要不是当年你爸酒后开车出事，我爸妈会出车祸，他俩死后，你们王家霸占了我的家产，不然你妈现在会这么有钱？王坑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你们拿了我的家产，我就睡你老婆。”说完，王猛砰的一声摔门而去，屋里安静的吓人。许久，王坑放下了刀。我问你，雨红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无言以对，只能选择沉默。雨红捡起地上的洋娃娃，朝着丈夫跑去，嘴里叫着爸爸。“滚！”她说，“我不是你爸爸。”野种！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只好带着雨红回了娘家。那时我大嫂刚刚产子，生了个男孩。我爸在家乐不可支，看见我回来，他一脸不满，问我是不是又得罪婆婆了。我点点头，拉着雨红的小手说：“我要跟王坑离婚。”“离婚？你开什么玩笑？”我爸还没开口，大哥先表达了他的不满：“你离了婚，我拿什么养孩子？告诉你柳娟，你今晚就给我滚回婆家，磕头认错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给我忍着。”我爸则拨通了王坑的电话，一脸谄媚。可几分钟后，他勃然变色。挂了电话后，他捡起一只鞋就朝我砸了过来。“你怎么还学会偷人了？臭婊子！你让我柳家的脸往哪儿搁？”雨红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又被赶出了娘家，无处可去之时，又是徐丽收留了我。“丽姨姨。”雨红哭着对徐丽说，“奶奶、爸爸和爷爷都不要妈妈和雨红了。”徐丽心疼地抱住我们，说：“别人不要你们，我要你们。”几天之后，我爸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找到了徐丽家，他拉着我，连哄带骗的要我回去跟王坑道歉。他说这婚绝对不能离，王家就是只会下金蛋的鸡，毕竟他跟我哥的后半辈子就指着我活了。徐丽打算叫保安轰人，我说算了，我跟他回去，毕竟雨红不能没有爸爸。回到婆家，婆婆正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爸贱兮兮的让婆婆帮忙劝劝王坑。“劝？我劝什么？”婆婆笑道，“柳娟勾引王猛，我的人都被他丢光了，我还劝什么？见他又给我泼脏水，我彻底失去理智，冲上去打他。你让我和王猛借种的，所有事都是你搞出来的。”“放屁！”婆婆推开我，倒打一耙。“明明是你故意撕了王坑的检查报告，说怕他接受不了了，还开房勾引王猛，不然你这么大个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让你爬上王猛的床？你对我下药了。”“下药？”婆婆一声冷笑，“你怀孕过几次，我就给你下过一次药，之后呢？你这个臭婊子！”王坑从卧室内冲出来，给了我一巴掌。“竟然真的是你自愿的，你还嫌不够丢人，自己出轨还赖别人。”我爸也附和道。婆婆下了逐客令：“你们一家都赶紧滚吧，明天办离婚。”出了小区门，我爸还在喋喋不休地骂：“你个死丫头，这么不要脸的事你都做得出来，好好的摇钱树就被你弄没了。”我哥见婆婆心意已决，提醒我说：“柳娟呐，告诉你，离了婚后
可别指望家里养你，你都嫁出去了，之后你只能带着雨虹自己过了。对对对，我爸忙点头。你要么自己回去跪下给王家道歉，要么自己过日子，别赖上我们。幸好人王家没让我们退彩礼退车，自己过就自己过。这些年你们除了要钱，也没帮过我什么。我没好气地说：行，这话你说的，我哥如释重负。爸，那你就跟他解除父女关系吧，省得他以后养不起孩子，赖上咱。对对对，柳娟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我们柳家的人了，以后有啥事都别找我们了，我们可不认识你。说着，我哥开车载着我爸扬长而去，真就将我丢在了路边。办离婚的那天早上，我爸还打电话劝我跟你说，离了婚你就啥都没了，你看看能不能挽救。我苦笑，您不是说不认识我了吗？那不是气话吗？我爸说，我回去又想了想，反正你也不能跟他过下去了，那就多要点钱，最好分他一套房子，将来你侄子长大了还能住。我被气笑了，这老家伙现在还想着让我分房子给他孙子住呢。他理直气壮的模样，仿佛这儿子是我生的一样。我哥的儿子，你让我帮他养，难道不是你侄子？要不是你不要脸乱搞，王坑会和你离婚。徐丽听不下去了，她抢过电话：你个死老鬼，还要脸不要？不认柳娟的也是你，要钱的也是你，谁的种谁自己养。说完他就挂了电话，坐在我身边安慰着我：柳娟，做人要学会拒绝，你不能一直被他们索取，除了要钱，他们关心过你吗？我点点头。徐丽说得对，对他们来说，我只是个提款机。吃过早饭，徐丽陪着我去了民政局。王坑那边是婆婆陪着来的。徐丽一看见他们母子俩，又笑了。没想到有人连儿子离婚都要陪着，婆婆则一边办着离婚证，一边拿手机给王坑介绍女朋友。绝了！老太太已经开始张罗着给正在离婚的儿子相亲了。办完离婚证后，婆婆还不忘嘲讽一句：晦气的人终于走喽。徐丽当场回敬，也不知道谁晦气，连儿子都克成了无精症，就这还有脸相亲？呸！你说谁克儿子呢？婆婆大声质问。徐丽一点都不慌，微笑着回答：咋还有人对号入座呢？谁答话，我说谁。你。婆婆被气得说不出话，我赶紧拉着徐丽走了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爸又带着我哥上门。爷爷，雨虹见我爸，刚要跑过去，却被我拦住。我让徐丽带雨虹回卧室。我爸开门见山地说：你离婚分了多少钱？拿来。我乐了。爸，你脸皮咋这么厚呢？天天就知道伸手要钱。你大哥他……我爸呜咽起来，他开滴滴的时候撞死了人，人家要他赔一大笔钱，不然就告到他坐牢。哦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我问。你哥哥不能坐牢啊，他是我唯一的儿子。那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笑了。我认识你吗？怎么不认识？老头急了。你是我闺女。闺女？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机，放出那天的录音。柳娟啊，告诉你，离了婚后可别指望家里养你，你都嫁出去了，你别赖上我们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我们柳家的人了，以后有啥事，我们可不认识你。录音放完，我伸伸懒腰，听到了吗？这话可都是你们说的。见我始终不松口，我爸居然朝我下跪，当爸求你了行吗？你哥还年轻，坐牢这辈子就完了，你侄子也得等着人养。你要是实在没钱，要不……我爸急了，说道：不然把雨虹卖了，反正他是个野种，他没有爸爸，长大也要被人嘲笑。再不然，你去卖肾，我打听过了，人有2个肾，卖一个不碍事的。
雨红听到这话，从卧室探出脑袋，以为我真要卖了他。他眼泪巴巴地望着我：“妈妈，你别卖我。”雨红很听话，我摸摸她的头：“妈妈不会不要雨红的，妈妈永远爱雨红。”见我不搭理他，我爸失去了耐心，他从地上站起来：“你给不给吧？”一句话，徐丽怒不可遏，冲我爸破口大骂：“老不死的，还要不要脸！叫人卖孩子卖肾都说得出口，就你儿子是人，女儿孙女的命就不值钱，赶紧滚！一会警察就来了。”我爸明白拿不到钱，还白白给我下了跪。他恼羞成怒，抄起桌上的铁水壶就朝我砸来：“白眼狼，亲哥哥都不帮，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！”徐丽挡在我的面前，被砸得头破血流。我爸还想打我们，这时社区民警来了。原来徐丽知道我爸不会轻易作罢，刚在卧室里就报警了。我爸因寻衅滋事被关了几天。得知此事，我虽然很痛快，但也觉得十分悲凉。父女一场，何故闹到如此田地？没多久后，我就听说我大哥坐牢了。他那天喝了酒，还去开滴滴，酒驾撞死了一个路人，还把乘客吓了个半死。我爸则到处对外人说，都是我克着我大哥，说我离婚拿了一大笔钱，也不帮我哥。徐丽让我别放在心上，他们就是喂不饱的狗。瘟神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。这天，我和徐丽接到雨红放学，刚出电梯门，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。雨红眼尖，很快认出了那两个人，躲在了我们的背后。徐丽拉住我的手，示意我淡定。我笑笑说：“没事的，现在天王老子来了，我都不怕。是我婆婆和丈夫王坑。”哦，纠正一下，应该是前婆婆和前夫。徐丽牵着我，我牵着雨红，对他们熟视无睹。正准备进门时，前婆婆开口了：“柳娟。”徐丽挡在我身前：“有事吗你？”前夫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找柳娟的，不是找你，有事就说。”我问：“把雨红还给我们。”前婆婆毫不客气：“你别在我家门口放屁，会气。”徐丽示意我和雨红快些进屋内，我们可以给雨红最好的教育，这对雨红的成长才有帮助。前婆婆说道：“你们做梦。”我表了态，没想到前夫竟哭了起来。他抓住我的手恳求道：“柳娟，我当初对你也不差，你看在你对不起我的份上，你把雨红还给我们。你们不是说雨红是野种吗？不是嫌弃她是个女孩吗？”我冷笑：“柳娟，你就当可怜我这个老太婆，把孙女给我吧。”说着，婆婆竟然想伸手来抢。雨红一溜烟跑进了房内。“你们哪根筋不对呀？当初不要雨红，现在又来抢。”徐丽不耐烦地问。“王坑他。”前婆婆的话未说完，前夫接过了话，解释起来：“和你离婚之后，我妈给我找了个医生，说是治疗无精症的专家。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渴望有个孩子，就同意去看看。医生开了药，但检查之后没什么进展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问。前夫说到这里，脸色特别难看。前婆婆接着解释：“那医生告诉我，可以动手术，成功几率很大。”我和王坑一商量，咬咬牙答应了。没想到出了意外，不仅没治好，连命根子都保不住了。这么爽！徐丽拍手称快。老天爷可算长眼喽！前婆婆脸色有点为难，拉起我的手，声泪俱下：“娟，你可怜可怜我们，把雨红给我们。不还有王猛吗？我听说他和又结婚了。”我问。前婆婆摇摇头，叹道：“那小子真的不争气，结婚了又出去乱搞，被人拍了裸照，他老婆和他离了婚，那再找一个呗。你们王家不是最擅长娶媳妇吗？”徐丽讽刺：“
那个畜生已经坐牢了。前夫说，原来王猛在他老婆的介绍下进了间大公司，当了个小官后，渐渐膨胀了。为了讨外面那些女人的欢心，竟然亏空公款，且数额巨大。裸照一事爆出后，他老婆也不肯拿钱替他填这个窟窿。他为了搞钱还债，居然入室抢劫，还试图杀害屋主。最终事情败露，亏空公款加上入室抢劫杀人未遂，判了20年。对于你们家的遭遇，我深感同情。我说，行了行了，故事讲完了，快走。徐丽说，你把孙女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我们准备进屋，钱婆婆挡在了门口。柳娟，你真这么狠心？前夫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我脸色一转，恶狠狠地说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前夫愤愤不平地说，你以为那个畜生的野种我想要？我要不是看在我和雨红有点感情，我不想要你还来找我。我笑了。随后我们关上了房门，任凭钱婆婆在门外敲门撒泼，不再回应。夜里，我和徐丽开了瓶酒，坐在阳台上谈心。雨红在客厅写作业。过了一会，她睡着了，我把雨红抱回卧室，给她盖好被子。出来后，我突然问徐丽，说说吧。说什么？徐丽喝多了，眼神有点恍惚。说说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笑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她也笑笑，不是特别清楚。我说，只是那天半夜，雨红拉肚子，我带她上厕所时，偷听到了你打电话的事。哈哈，徐丽笑得越来越大声。我就知道瞒不住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前夫看的那个医生，是我叫人故意给他妈介绍的。我早就知道那医生不入流的，为了钱啥都干。我本来是想让他家破点财，没想到闹这么大。那王猛呢？也是我叫人勾引他的，我就想把他出轨的照片给他媳妇，也算做件好事。但他亏空公款，入室抢劫和我没关系的呀，你为什么这样帮我？我说，做这么大的局，得花不少钱吧，我就看不得你被遭人欺负。徐丽突然回过头盯着我，然后突然拉起我的手哭了起来。这么多年，我很少看到她哭，她一直都是坚强又乐观的。娟，你知道我家里以前条件差，他们都说我爸是小流氓，我妈是出来卖的。我点点头，我确实记得当初学校里确实有这样的流言，但根本就不是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同学们都不信我，还说和我玩会被警察抓起来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听到班上又有人在污蔑我爸。是你站出来让他们不要胡说，你还学着电视里的角色质问他们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说到这，徐丽扑哧笑了。真的吗？我没那么傻吧？哈哈，我被他逗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后来又说了一句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他爸爸，和他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能欺负他。徐丽低下头，轻声说，当年你站出来保护我，如今换我来保护你。说完这番话，徐丽大口喘着气，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。我去，终于说出来了。你也知道我这性子，肉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。我和徐丽对视，都笑了。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，雨红兴奋地跑来跑去。我爸听说我要离开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。我取下电话卡，随手扔进了垃圾桶。你真决定了？徐丽问。你说你养我的呀，别反悔。我笑着说。丽说，不反悔，那啥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三口了。徐，我反驳，那样咱这样的一家三口。徐丽却嘻嘻哈哈，谁规定一家三口必须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呢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